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今天我要分享的故事是婆婆妄想霸占我爸妈留给我的财产，可她想不到的是，我能绝地反击。她跪着求我放过她。我老家忽然拆迁了，这让我原本就富庶的小家变得更加富有。老公带着我开车连夜赶回娘家，过了1周后又连夜赶回婆家。到家已经是凌晨，但没想到婆婆一直等待着，刚推开门就热情地给我让了一碗热汤。平常她可和我不亲近，现在竟然对我嘘寒问暖的。我不太习惯她这样对我，下意识将手中的档案袋藏在身后，这里面是我妈带我去公证过的财产赠与文件。虽然拆迁才刚刚开始，连安置小区在哪还没定下，但我家那套老宅很大，足以分到3、4套商品房。拆迁有亲戚到家里闹事的新闻很多，我妈为了防止发生意外，就提前带我去公证了财产赠与文件。家里分给我2套房子，是当着我老公面公证的，房本上也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，我老公没有任何意见。我老公叫何松，从高中起我们就是同学，大学的时候就确定了关系，我们感情非常好。何松也很关心我和我的家里人，而且他为人本分，对于不是他的财产，他没有半点想法。可我婆婆就不一样了。当时谈婚论嫁的时候，她答应了让何松和我搬出去单独成立一个小家。但等结婚后，她不光自己住进来了，还一直带着何松的弟弟来我们婚房蹭吃蹭喝蹭住。我和何松因为这件事也有过很多次的摩擦，但不管我怎么去沟通，我婆婆就是装聋作哑，而我那个小叔子一家更是装成傻子。即便我摆明了去赶人，他们也照样赖在我们婚房里。看见我将档案袋藏起来，婆婆满脸笑容瞬间就消失了。孙苗，你和何松结婚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们也早就是一家了，什么东西要藏在身后？你父母把你交到我们手上，到以后他们不还是要我们老何家来料理后事？你们家拆迁我们又不是不知道，你老家那套大房子拆迁肯定赔不少吧？以后他们走了，钱还不是我们老何家的，不如你现在拿出来，也好过以后大家亲戚再闹事，对吧？我震惊地瞪大了眼睛。我婆婆这个话是怎么说得出口的？什么叫做等我爸妈走了，钱还不是老何家的？还让我拿出来，我凭什么拿出来？你们凭什么闹事？以往我只觉得婆婆有些不明事理，有些偏心，但没想到她居然直接想要霸占我爸妈的财产。人还活得好好的，她就像吃绝户了，也不怕噎死。我脸色非常难看，妈，你说这话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我爸妈活得好好的。婆婆愣了一下，怎么就过分了？你爸妈年纪都大了，这不是早晚的事情吗？话还没说完呢，何松便打断了她。妈，你这话怎么能乱说呢？而且孙苗他们家拆迁不是赔钱，而是赔的房子，他爸妈早就分好了，这不是我们应该操心的事情。婆婆抬眼瞪了何松一眼，然后把他甩到一旁，径直朝我走来，脸上带着贪婪的笑容，开口道：安置小区是在哪呀？你老家拆了，分的地方应该挺不错吧？是不是在市区中间？附近有没有学区？我们老何家大孙子明年就上小学了，你把房子过户给我们何晨，将来他儿子上学能方便不少啊。我家拆迁的房子过户到我小叔子名下，他是我老公，还是何松是我老公？我和何松在一起后，他天天在家里玩游戏，就像个废物一样。如果不是他老婆出去上班，孩子可能连学都上不起。这些都不谈，我凭什么把房子过户给小叔子啊？我有些震惊地看着我婆婆，那是我们家拆迁分的房子，房本上连何松的名字都没有。
你觉得加上我小叔子合适吗？婆婆听了我的话，更加震惊了，那尖酸的样子，就好像是我在抢他们家房子一样。你开玩笑吧？你们家拆迁分房子，我儿子竟然都不在房本上。婆婆回身就对着何松狠狠地掐了一把，你是不是入赘到他们家了呀？出去连轴转了1个星期，什么都没捞到。你是姓何呀，还是姓孙？老何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傻子？这种事情你都一声不吭的吗？何松微皱着眉头，满脸无奈地看着婆婆。妈，人家家里分房子，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是和孙苗结婚，又不是和他家结婚，而且我们已经有房子了，根本不需要他家的房子啊！话还没说完，婆婆就疯了一样拍着大腿，对何松吼了起来：你是不是我们老何家的人？你良心被狗吃了！当初全家人用尽全力供你读书，你弟弟因为你连学都退了，你现在有能力了，就放着不管了？你就从来没想过帮助你弟弟？你还真是上了个好学呀！我平淡地看着婆婆哭闹，她在我眼中就像小丑。我和何松怎么就没有帮他的弟弟？他之前那么多份工作，不是我们给介绍的。他偷懒不想上班，天天赖在家里，你要我们怎么办？难道养他一辈子？妈，你就别再说了，我们已经住在大哥这边这么久了，大哥和嫂子都快烦死我们俩了，他们能不把我们饿着，不让我们睡大街已经很好了，怎么敢奢求一个房子哦？何晨就是命苦，当年他学习成绩也好，但是为了他大哥放弃了改变命运的机会，结果我们夫妻俩就只能羡慕别人。何晨的老婆句句都在拒绝，但句句都在给我和何松上眼药，一副绿茶婊的模样。我直接看着他冷笑，他明明不是个演员，但觉得自己演技特别好，每次都拿何晨当年退学来当理由，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身上有什么原因。他的话难道我真的听不出来？他就是在激我婆婆给他出头，朝我要房子呢，真是白日做梦。婆婆也吃这一套，可刚准备开口就被我给堵住了。妈，弟妹，何松和我是开了1天车才回来的，很累了，房子你们就别想了，这是我的东西，我不可能给任何人。说着我就直接回房了，房门只是虚掩着，并没有关上。我将档案袋中的赠与文件拿出来，摸了摸我妈妈的签名，不由得冷笑着。娘家和婆家果然还是区别很大的，娘家人只希望我过得好，而婆家人却一直想要趴在我的身上吸血，就连我家里的人也都不想放过。何松，我不想多说什么，孙苗家的房子你必须要给你弟弟一套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我就是要让你弟弟拿到1套房子，不然我就开始闹了，不光去孙苗家，我也去他公司，我要让所有人知道她是个不孝顺的儿媳妇。听着门外传来的声音，我揉了揉太阳穴。婆婆呀，你胆子还挺大的，你如果去闹，那我就让你付出更惨痛的代价。砰！一声桌子的碰撞，何松开口说话了：妈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孙苗嫁给的是我，不是我们家呀，结婚的时候连彩礼都没有，你还想要去他家里和公司闹？如果这样的话，那这房子你们也别住了，都搬出去吧。何松的话让我舒心不少，他的为人我是知道的，何松不会站在他妈妈那边，和他一起胡搅蛮缠。吃完饭的时候，弟妹就把他儿子接回来了。我很讨厌这个小孩，既没有家教，还总是耍心眼子。因为我小叔子家里就他老婆上班赚钱，他又懒得管孩子，所以他老婆一直都将孩子放在娘家养着，让他爸妈看孩子，只有周末的时候才会把孩子接过来住2天。今天是周3，弟妹这么反常地接孩子回来，就是想让婆婆和我谈房子的事情。
他还真是天真啊，小夫妻2个没能力买房子，就想着吃别人的。我听到屋外传来的噪音，忍不住地皱起眉头。就在我纠结要不要出去教训那个小混蛋的时候，我房间的大门忽然被人踹开了。我烦躁地看着站在门口的小混蛋，你是不是没人叫啊？不知道进别人房间要敲门的吗？小混蛋对我翻了个白眼，用他的硬球鞋在我房间的地板上狠狠踩着。大妈妈，饭好了，奶奶让我喊你吃饭。我揉了揉额头，刚要拒绝，就听到门外传来了我婆婆的声音，语气夸张的就像在演话剧。拆迁了房子就是和普通人有区别呀。孙苗之前到饭点自己就出来了，现在还要人去请呢。弟妹也在此时搭话，孙苗很累的，带着何松回家忙了1个星期呢，让他好好休息吧。我忍不住冷笑一声，他们还真当自己是戏台上的角了，没有观众自己还演上了。可他们越是这样，我就越不想配合他们。我看了眼站在房间里不停地踩着地板的小混蛋，出去吃饭，踩坏了我就让你爸妈赔。小混蛋也不怕，上下打量了我一下，目光最后停在了我的肚子上。我姥姥之前说，大伯的媳妇不会生孩子，所以大伯家以后得财产都是我的。大妈妈，给我点钱，我要买玩具。我盯着小混蛋看了许久，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，强忍着没有把他脸山肿的想法，一把拉着小混蛋就往外走。我指着弟妹，你就是这样教育你家孩子的？你妈妈嘴里是吃了大粪吗？弟妹很是委屈地看向了婆婆，婆婆也无语地看了一眼小混蛋，将他从我手上拉走。小瑞啊，奶奶和你说了很多次了，什么话能说，什么话不能说，你看看，你让你的妈妈生气了吧？她自己生不了孩子，可不就把气生在你头上了吗？以后不能说的话就放在心里，这样别人就不会生气了，知道吗？小混蛋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，甩着膀子就说道，大妈妈本来就生不出孩子，我妈妈都说了，只要她一死，所有的东西就都是我们的。如果我爸一死，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弟妹给捂住了嘴巴。她狠狠地打了几下小混蛋的屁股，你这小混蛋，怎么胡说八道的？再胡说八道，我就不客气了，一会给你大妈妈道歉，不然今天晚上就别想睡觉。道歉？这件事情道歉就能结束了？所有人都在觊觎我家的东西。小混蛋才多年纪，他就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屁孩，如果不是大人在他旁边说话，他怎么可能懂这么多？他最后没说完的话，我也知道是什么，大概就是等他爸爸和奶奶都死了，整个老何家的东西就都是他的了。我怪异地看了弟妹一眼，她想的还真多呀，孩子这么小就诅咒全家死绝呀。婆婆也听出了小混蛋没说完的话，猛地瞪了一眼弟妹，孩子他姥姥如果不会带孩子，就把孩子接回来，一天天地教孩子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这么小年纪全被他给教坏了，全被他给教坏了。此时何晨正好从外边回来，拉着自己的儿子，有些奇怪地看着所有人。他现在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酒味，根本不用想就知道是出去鬼混了。哟，儿子回来了呀，有没有想爸爸呀？今天你大伯和你大妈妈回来，咱们一家人好好吃个饭，一会爸爸让你喝饮料。听到能喝饮料，小混蛋立马就开心地笑了起来，爸爸，我要喝一整瓶饮料。何晨非常溺爱孩子，在小混蛋头上摸了摸，走，爸爸带你拿饮料。我看了一眼站在门口的何松，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应该是我婆婆让她去找她弟弟的。今天我婆婆就是要趁着家里人多，逼我给何晨一套房子。晚饭的时候，小混蛋一边玩手机一边喝饮料，终于不再发出噪音了。婆婆一直给我和何松夹菜，
今天开了一天的车吧，辛苦死了。我今天也是太着急了，所以说话有点不过脑子，但我是为了你们大家好啊。孙苗应该了解我这个做婆婆的为人，不能怪我，对吧？我看着婆婆夹给我的菜，忍不住冷笑一声。我最讨厌的就是青椒，但是我婆婆就像故意和我过不去一样，即便何松告诉过她很多次，但她每天都会做青椒，而且每次都说她忘了，而且每次都会给我碗里加青椒。我把碗给婆婆看了看，妈，我从来不吃青椒的。婆婆愣了一下，然后看向何松，这种事情结婚这么长时间，你怎么都不说呀？如果知道孙苗不吃，我才不做青椒炒肉呢。这青椒可是精品青椒，比肉贵呢，不吃太浪费了。我低着头没说话。不在意你的人，说多少次他也记不住。我和何松结婚好几年了，这么长时间，他就一次都没记住我从来都不吃青椒吗？他可能记得比谁都清楚，不然的话，他为什么天天都做？何松将他碗中的虾仁放在我碗里，你吃虾仁，我爱吃青椒，我们换。我看了眼婆婆，我爱吃鱼，妈，以后多做点鱼吧。婆婆立马笑了起来，你看看，年纪大了总是记不住事，妈以后多做鱼，再也不做青椒了。我没有说话。也就在这时，有人给我加了个鸡翅。嫂子，你们开一天车了，吃点好的补一补。弟妹的笑容很温和，就像是小鸟依人一般，但其实她凶起来可以把何晨按在地上捶。平常她在我面前总是带着一身刺，今天可笑得非常温柔。为了能得到我的房子，她还挺能装的。我把鸡翅放在何松碗中，我从来不吃鸡翅的，尤其是弟妹给我夹的鸡翅，我是不可能吃的。听到这话，没一会弟妹就低着头哭了起来，表情非常的委屈。嫂子，我明白，妈说让你给我们一套房子，你很不开心。但是这房子不是我们夫妻用的呀，是给我们孩子的。小瑞马上就要上小学了，但是咱们这里不是好学区，即便我们把户口迁到这里，也上不了重点小学。你看，我自从嫁到老何家，这么多年就是为了小瑞，你做大妈妈的，难道忍心看着小瑞没有学上？你老家虽然不是这个城市的，但是你们城市也有重点小学呀。小瑞明年就要上小学了，我想让你帮帮忙，小瑞以后也不会忘记你这个大妈妈的。看着弟妹那副可怜的模样，我低着头没有说话。她还真是想瞎了心，还要把户口迁到这里来。她还想着要小混蛋上重点小学。她知道重点2个怎么写吗？就要上重点小学。可能入学考试都考不过吧，小混蛋都7、8岁了，连10以内的加减法都不会，就这样的，别说重点小学了，就算是让教授来教，可能都没什么出息吧。看见我不开口，婆婆忍不住了。孙苗啊，你弟妹说的没错，小瑞是我们老何家唯一的孙子，咱们可是一家人。你们家分了好几套房子，给你弟弟一套怎么了？你看看呢，你现在又没有孩子，说不准以后都要指望小瑞来给你们养老呢。坐在小混蛋旁边，正在眯着小酒的宋晨，听到这话，也抬头看向我。他对我咧出一个非常难看的笑容。嫂子啊，你们家拆迁分了好几套房子，那你支持我们小瑞一套应该的呀。等他上学，我们也能去那套房子里住了。咱家这么小，我们夫妻2个睡在这里，晚上都不方便，你们睡觉也不舒心，对吧？有了房子，我们马上就搬。宋晨的笑让我差点吐出来。他也知道住在一起不方便啊，在这都住小1年了。如果不是顾着何松，我早就用扫帚赶他们出门了。也就是何松，如果不是看他把钱抓得比较紧，没有被你们骗走，我早就爆发了。现在我娘家拆迁，一个个就像吸血虫一样，
闻着味道就来了，这还是人吗？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这个房子是孙苗家的，不是我们家的。何松有些生气地看着婆婆，如果你是想要让何晨有房子住，那就让他出去工作去，存几年钱，什么都有了。听懂这话，婆婆还没反应呢，何晨却猛地拍了一下桌子：“哥呀，你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让我工作，存几年钱，什么都有了？你是不是不看新闻啊？现在房价多高，你是不是不知道？我怎么可能买得起？我如果能买房子，我用得着带着一家人和你们挤一起吗？我们都是老何家的人，嫂子家的东西难道不是你的？你的不就是我们老何家的？他家拆迁为什么不能给我一套？你们又没有孩子，等你们走了，所有财产不还是小瑞继承？你们现在给套房子，就当提前继承了呗。你们最好快点，不然的话大家都不开心。”何晨看着何松，或许是因为喝多了，眼神非常凶狠。何松则紧皱眉头，用力拍了一下桌子：“你听听，是说的是人话吗？什么叫我们没孩子？我们是不想生，我们在工作。而且即便我们没孩子，财产也不可能给小瑞。这又不是我的孩子，你连自己都养不起，你还想把孩子养大呢？你到现在都没有工作，孩子都是你老婆养的，现在还想着我和我老婆的财产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”说着，何松猛地站了起来。我还是第一次看何松生这么大的气。何松的脾气很好，我有时候想和他吵个架都吵不起来。小叔子在我们家里住了这么长时间，他也从来不说什么，可没想到却因为小叔子想要抢我的房子，让他突然爆发了。何晨见到自己哥哥站起来了，也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你觉得我不是男人对吧？你从来都觉得我是废物对吧？如果不是我退学打工，你上个屁的大学！何松，你特么才不是男人！我今天告诉你，这套房子就是还我退学打工给你供你上学的情况，你如果不给，那咱们今天谁也别活了。说着，何晨拿起酒瓶子就猛地朝桌上一砸，顿时碎片乱飞，其中一片居然飞到了我的碗里。而就在这时，坐在那里的小瑞忽然哭了起来。哇！我们全都看过去，小瑞的脖子上居然扎着几块玻璃，而且划伤的地方现在鲜血直流。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弟妹猛地站起来，跑到小瑞身边：“小瑞，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你别吓妈妈，你别吓妈妈呀！”弟妹已经慌神了，我看着小瑞的模样，立马就拨打了急救电话。小瑞很快就被送到了医院，因为伤势有些吓人，急诊那边直接开了绿色通道，一路就送到了抢救室。我看着弟妹身上的血，也不由得皱起了眉头。小瑞年纪不大，流这么多血肯定很危险了。我的孙子啊，我的孙子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？婆婆坐在抢救室外的椅子上，一边抹眼泪，一边哭喊着，嘴里不停地重复着这一句话。弟妹怨恨地看着何晨，何晨则一直在抢救室外不停地踱步，整个人都慌了。我看了眼何松，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，即便小混蛋再混蛋，他也是孩子。何松抿了抿嘴，低声说道：“应该会没事的，应该会没事的。”也就在这时，抢救室的大门开了，医生从里面走出来，看着我们问道：“孩子的家属是谁？现在小孩子很危险哦，失血过多了，现在孩子爸妈跟着我去抽血化验。”听到这话，何晨激动地喊道：“医生，我是孩子爸爸，你抽我的血吧，我的血不值钱，随便抽，只要能救我儿子就行。”看见何晨的模样，我不由吐出一口气，这个人还算是个人，虽然他就像个废物一样的赖在家里，如果生孩子需要考试，他铁定0分，
但他对自己的儿子是真的好。眼看何晨就要跟着医生去验血了，弟妹一把就拉住了何晨，然后脸色很难看地说道：“还是我去吧，我给小瑞输血就行。孩子是行血，我和孩子他妈都是行血的，随便输。”何晨就像是超人一般的说出了这句话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医生忽然愣住了：“孩子是 A 型血，你是不是记差了？你孩子可是 B 型血，你们到底是不是何瑞瑞的父母？你们还是和我去验血吧。”何晨根本就不理医生：“我怎么可能记错了？是你们搞错了吧？我和他妈都是 A 型血，我孩子怎么可能是 B 型血？”然而医生有些奇怪地看了何晨一眼：“孩子妈妈是型血，你这个丈夫是怎么当的？”弟妹则在这时连忙跑过去拉着医生的手：“医生，你先给孩子输血吧，我们有钱，我们用不着现场采血。”我有些震惊地看向何松：“弟媳妇这什么情况？她是要买血码？”那小瑞，何晨听到弟妹的话也愣住了，然后很快就反应了过来，连忙问道：“你特么到底什么意思？小瑞不是我儿子。”弟妹低着头，不管何晨怎么问，他都不开口。何松在这时拉住了他弟弟：“现在小瑞还在抢救，有什么事情咱们之后再说，冷静一点。”何晨握了握拳头，然后看向医生：“如果血型都不符合，医院的话，医生也明白发生什么了，立马说道：“我们可以去血库调血来。”医生离开了，但整个走廊的气氛都变了。“霞呀，你居然做出这种事来呀！我们老何家对你怎么样，你心里清楚啊？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呀？还让我们老何家养这个野种？难怪你把孩子一直放在你娘家呢，原来是害怕我们发现孩子不是何晨的呀！你这个女人，我真是要被你气死了！贱货，贱货呀！”婆婆一边骂着，一边走了过来，狠狠地给了弟妹一巴掌。弟妹一直站在那里低着头，不管婆婆怎么骂怎么打，她都不说话。何晨则已经坐到了地上，失魂落魄地拿出烟盒。他摸出香烟，才想起来这里是医院，只能叼着一根没点燃的香烟，看起来非常的落寞。我平静地看着这一切。弟妹这么多年一个人上班养孩子，从来都没有催过何晨去上班，也没有因为他在家里和他吵过架。原来是因为这件事情啊！我之前和何松刚刚结婚的时候，我就和他说过，弟妹不管人怎么样，她都是一心一意爱着何晨的，即便她一个人工作养孩子。嘿，没想到小瑞根本就不是何晨的种。婆婆打了一会就没了力气，靠坐在墙边就哭了起来。何晨看了眼婆婆，有些烦躁地说道：“别特么哭了，你如果不是想要嫂子的房子，我们家会变成这样吗？你天天就想着把别人家的东西拿到自己家来。嫂子娘家拆迁，凭什么给咱们房子？你以后想清楚些，别什么东西都想拿到老何家。”听到这话，婆婆满脸震惊地看向何晨：“儿啊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们可是一家人，孙苗她娘家的东西，怎么就不能拿到我们老何家？就算小瑞不是你的，可你是我儿啊，为什么不能给你一套房子？都怪孙苗，如果不是他太小气，我们家也不可能变成这样。如果他直接给房子，我们今天就应该在家里吃饭，根本不可能来医院。”我听着婆婆的嘶吼，整个人都无语了。这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即便是有，你们也应该谢谢我，谢谢我让你们知道了你们养了别人的孩子这么多年。何松在这时开口道：“妈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惦记着人家的房子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孙苗嫁给我不是嫁给何家呀？你为什么总想着把他家的东西拿到我们家来呀？而且现在是弟妹瞒着我们这么多年，让我们养了别人的孩子这么多年，你们现在不去怪弟妹，怪到我老婆头上，
你们是不是疯了呀？婆婆冷冷地哼了一声，我怎么就不怪海霞了？我刚刚打她那么多下，回去就让何晨和他离婚。你老婆不给你弟弟房子，你是不是也要和孙苗离婚？我搞不懂其中的逻辑，但我知道婆婆是在用离婚逼我拿房子出来。何松瞪大了眼睛看着婆婆，妈，你要是觉得房子比人重要，那么从现在开始我就不是你儿子了，孙苗也和你没有关系了，这样你就用不着想瞎了心要把别人房子占为己有了。我听到这话，心中很是温暖。我知道我找的丈夫很好，他从来都不会让我受委屈，也非常的宠我。何松温柔地看着我，放心吧，我绝对不可能和你离婚的，就算我不认这个妈，我也不可能和你离婚。婆婆被何松的这番话噎住了，她靠在何晨身边干嚎着，也看不出是哭还是装的。医生这是从抢救室里出来了，手中拿着很多单子。他这次不再理会何晨，而是直接来到弟妹面前，小孩现在脱离危险了，但是要住院，你现在去缴费吧。弟妹很是激动，一个劲地给医生鞠躬。但是她看到医生手上的那些单子后，脸色就重新变得难看了起来。她看了看何晨，径直地朝他走去，然后直接跪了下来。何晨，算我求你，你帮我一次好不好？我知道我一直在欺骗你，但是小瑞是你一手带大的，他也一直叫你爸爸，你就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我现在真的没有这么多钱，这钱当我和你借的，我给你打欠条行不行？何晨看着弟妹好一会，然后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。你是不是疯了呀？我真的想打女人。小瑞和我什么关系？你就让我拿钱来救他？你脑子是有病吧？叫孩子他爸来呀！弟妹的鼻子被打破了，鼻血直流。她擦了擦鼻血，朝我走来，又跪了下来。孙苗，孙苗，我求求你救我儿子好不好？我知道你有钱，几万块对你来说根本不算什么，我给你打借条，我肯定还你。求求你救救我儿子，求求你了！弟妹一边说，一边给我磕头，砰砰砰的，非常重。看着弟妹这么可怜，我不由得吐出一口气。我看了一眼旁边的何松，他坐在那里也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弟妹骗了何晨那么多年，何晨养了野种这么多年，理应我们应该是生气的。但小瑞是无辜的呀，他才7岁，我好像已经忘了小瑞是个小混蛋了，只想着他很可怜，但忘了他说我生不出孩子。也就在这时，何晨猛地从地上跳了起来，指着我和何松吼道：如果你们拿钱给他，就别怪我和你们拼命。说完就把弟妹给拉走了，不管弟妹怎么挣扎都没用，直接就把弟妹拉到了安全通道里。看到这种情况，我和何松立马也跑了爱情。何晨以前就是混混，坐牢出来后才结的婚，现在是个老混混，他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，现在这么激动，可别犯傻了。我们过去的时候，何晨已经把弟妹打了好几下了，弟妹的脸都肿了，一直在说着对不起。看着弟妹那可怜的模样，我不由得叹了口气，拿出银行卡来，先去缴费吧，总不能不管小瑞了。弟妹惊喜地拿过银行卡，来不及和我道谢就冲了出去。我看了看何晨，这事情还是算了吧。弟妹，何晨低头自嘲地笑了一声，算了算了，我这种人啊，还是别有孩子的好啊。我看着何晨的样子，有些担心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竟然去担心这种人。何松过去拍了拍他弟弟的肩膀，都会过去的，正好你可以重新开始。何晨歪着脑袋，有些怪异地看着何晨，真的吗？第二天凌晨的时候，小瑞从抢救室里出来了，转到了住院部。看着还在昏迷的小瑞，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。弟妹看着我，对我深深地鞠了一躬，谢谢你借我钱救命。我摆了摆手，如果是其他人，
在我面前这样，我也会救人的。弟妹点了点头，然后忽然哭了出来。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我之前和对象分手的时候就已经怀孕了，当时正好遇到何晨，我就想要把孩子留下，所以我才和何晨在一起了。我吐出一口气，看着弟妹泪流满面的模样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可怜，或者是可悲吧。我看不上何晨，但更加看不上做出这种事情的弟妹。嘿，没想到不老实的人也能做接盘侠呀。事情现在都过去了，何晨怎么样我不知道，但是你还是要照顾小瑞的。弟妹点了点头，然后开口道，我还想求你一件事，能不能把小瑞的户口挂在你们那里？我不要你们的房子，就想让小瑞上课好小学，让他好好学习，他很聪明，不能因为我。说着他还摸了摸眼泪。你和何松没有孩子，将来小瑞肯定会记得你，一定会给你们养老的。我有些厌恶地远离了弟妹，这种人就应该让他刚刚被何晨打死算了，这种人根本不配活着呀。都到这一步了，还想着占便宜，真是让人恶心。我怕多待1秒会吐出来，连忙转身就走了。弟妹越喊我，我走得越快。我回家一直睡到了中午，然后被何松的电话叫醒了。我是和婆婆一起回来的，何松和何晨2口子待在医院。我模模糊糊地接通电话，喂，怎么了？何晨自杀了，抱着小瑞从楼上跳下去了。我猛地惊醒了，何晨抱着他儿子跳楼了，自杀。我连忙一边往外走，一边问道，他是在医院跳楼的，你怎么不拉着点？何晨怎么和小瑞单独在一起的？何松的声音很低落。何晨故意支开我的，弟妹回去换衣服了。我原来以为何晨不可能伤害孩子，我吐出一口气，我明白了，我现在就过去。你先别告诉我妈，我怕她受不了刺激。我回应了一声就挂断了电话，打开门后就看见婆婆那张震惊的脸。何晨咋了？何晨抱着他儿子跳楼了，因为楼层足够高，所以当场死亡。医院做了抢救流程后，警察就到了，场面很血腥，我都不敢去看。婆婆倒是去看了，何松怎么拦都拦不住，然后整个人就疯了，一会哭一会笑的，有些怕人。弟妹也疯了，一直在大笑，就好像完全控制不了一样。看着婆婆和弟妹，我不由叹了一口气。何晨这种做法确实太极端了，但是好像也不能理解。而弟妹和婆婆的下场，虽然我很想说这是报应，但我说不出口，毕竟我老公就在身边。何松拉着我的手，泪眼婆娑。早上的时候，何晨和小瑞说他们这辈子做不了父子了，只能下辈子做了。我当时只是以为弟弟是受不来刺激才这么说的，但我没想到他会抱着自己儿子跳楼啊。我听到这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这种事情对何晨的刺激肯定非常大，或许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已经有些不正常了吧。他这辈子不是一个好儿子，因为啃老；不是一个好丈夫，因为天天赖在家里打游戏，但他或许是个好爸爸。虽然他不上班，但是只要他有钱，就会给他儿子最好的。小瑞没上学的时候，他经常带着小瑞去玩，而且这么懒的人，竟然能带小瑞去洗澡，顺手还把衣服洗了。小瑞想要买玩具，何晨会把他的号卖掉，给小瑞买玩具。这么说吧，何晨已经把自己最温柔的一面全都给了自己的儿子。可现实告诉他，小瑞不是他的儿子，这确实是个难以接受的现实。弟妹疯了，我们管不了，毕竟她和我们没关系。婆婆疯了，我们得管，因为她是何松的妈妈。3年后，婆婆从精神病院出院了，精神各方面的也都正常了。我娘家的房子早就分下来了，我拿了一套，租了一套。站在阳台晒了会太阳，
我宠溺地揉了揉小肚子，对着何松说道：“以后咱们恐怕时不时的就要去娘家了，毕竟分的房子在那里，就算是出租，也要时不时的去看看。也是因为租金，我们才能养孩子呀。”婆婆此时就在沙发上，她转头对我笑了笑：“孩子的事情你们放心，以后我专心给你们带孩子。”我也对婆婆笑了笑。从婆婆出院之后，我发现她的脾气收敛了很多，整个人都变得温柔了起来，而我的日子也慢慢的变得顺畅了起来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还请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投稿自己的故事，我来讲述分享给大家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